龚俊在每一个角色里进步。韩烨挺苦的，哎呀，我可怜的叶儿啊！看到《安乐传》第35集，韩烨血泪跳崖，刀刀发出和龚俊一样的感叹：纵死不输，纵亡不败。大靖太子韩烨被敌军围攻，独伤双目，身中数箭，围困于绝路，宁死不当俘虏，选择自我献祭，不负家国。轻喜剧只是《安乐传》的一部分，在龚俊看来，前中期轻松的氛围加深了角色为理想献身时的悲怆。韩烨心中有自己的苦闷，无处诉说，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观众能看到太子韩烨所背负的一切。如果说演员龚俊和韩烨这个角色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，龚俊像是喝大了的韩烨，他可能是刀刀见过最外放的采访对象，反应机敏，8G 网速，随时散发可爱正向能量。对于调侃，会用一脸迷惑的表情开玩笑：你礼貌吗？当聊到龚俊最羡慕韩烨哪一点，我觉得应该说是佩服吧。最佩服他的一点是运筹帷幄，所有的计划都在他脑子里。跳脱出充满传奇感的剧情，被赋予使命感的角色，演员龚俊在面对自身的事业和现状上，刀刀觉得他和韩烨很像，也是运筹帷幄，所有的计划都在他脑子里的。这个角色确实离我本人比较远。龚俊从采访间路过，会高举双手，声音洪亮，快乐 say hi。采访完，刀刀看了音轨，中奖后声音里的快乐是加倍的。对于话很密，不善于掩饰，总被快乐围绕的龚俊来说，演一个不苟言笑、内敛隐忍、肩负重任的一国储君是很有挑战性的。开机前2天吧，还在持续的适应它，花更多时间去贴近角色，吸纳有关于韩烨的一切。除了最基本的去熟读透剧本，在拍摄现场尽量的让自己沉浸，有自己理解的基础上，再和导演或者对手戏演员好好的磨一磨。注意力、精神力、行为方式和韩烨同步，体会韩烨这个角色内心的苦。那段时间我其实挺累的，不是说演他很累，是心里面要承载太多过往，一些无处诉说烦闷，就是很苦。的确，韩烨不是一个绝对的成长型角色，可能他一出现就是人格趋近于完美的人，没有什么愣头青的时刻，没有松懈的空间，几乎所有的挣扎都是独自承受，在家国大爱和人间情爱之间挣扎，在对弟子园的责任和任安乐的心动之间挣扎，在父子情谊和帝家8万冤魂中挣扎。太子绝不止表面上的纯良拘谨，面对任安乐的不断试探调笑，以鼻尖吻回礼。鼻尖相碰这段戏，剧本写的并不详细，没有说我们要来鼻尖碰鼻尖，是现场碰出来的。然后这场戏本来就想给大家一个反差，主动进攻的拉扯和暧昧，太子白切黑的味道很浓。任安乐的出现，让太子的封闭的心有了一个出口。在每一次联手破案、共同患难之后，韩烨的表情神态都是有递进的，观众能感受到角色的心境变化。龚俊也在采访里告诉我们说，韩烨的内心有非常可爱或者是热情的一面，这取决于对谁，那至于对于谁呢？那希望大家就接着追《安乐传》就知道了。韩烨善于克己，但身体里热血涌动，逆风之下手执火炬，想以一国太子的权力肃清朝野佞臣，平冤暗化恩怨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奸臣左相当皆挑衅于他，要告发他私自救下帝家嫡子。如果天下皆知，必定会让大靖陷入内忧外患，战乱四起，生灵涂炭。韩烨不发一言，眼角抽搐，果断挥剑斩杀，玉面带血，睥睨奸臣的样子非常有视觉冲击力。韩烨从来不是小绵羊，而是长骑者，10几岁就有卓绝的胆量和计谋，在无数双眼睛下救下帝家嫡子，化名温硕带在身边10几年。
连关系亲近的骆明熙、妹妹安宁公主都不知晓。剧集接近尾声，龚俊对于角色的演绎、演技上的进步都被观众看在眼里。说起这段夸赞，龚俊有些害羞地表达了感谢，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进步吧。他懂得演员入戏，丰富角色，才能流畅地展现人物的变化，真正让观众探究到角色的内心。可能大家看到我处理角色的方式跟之前有些不大一样的地方。龚俊坦然地承认自己以前想法稍微简单一些了，现在明白了一段戏的前因后果很重要，自己临场反应也很重要，思考是不能断的。我更多的会想怎么去丰富角色吧，碰到剧本里没有提到的，尽可能的去丰富还原场景、角色内外、前因后果等等，都是我会去思考的。然后在跟对手演员碰戏的时候，根据对方不一样的反应，临场把我的想法加进去。没工作才是最可怕的。《安乐传》是2年前拍的，从杀青到播出的这2年，龚俊又拍了3部剧：《我要逆风去狐妖小红娘》、月红篇《风过留痕》。《风过留痕》刚杀青没多久，《安乐传》空降播出，龚俊进入紧密的宣传期，扫楼、看片会、采访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龚俊元气营业。工作安排的这么紧，叨叨不禁问：工作那么忙，哪有人会不想发疯的？龚俊谨慎地说：我有发疯吗？我发什么疯了？情绪稳定的龚俊更喜欢沟通，其实我们都是商量着来。笑。比起大家调侃他跳舞像 AI， 叨叨觉得龚俊是天选的工作型 AI。看到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，我的班能不能让龚俊替我上啊？如果说工作有什么好处，时间充足的话，龚俊应该能说出100条吧。虽然最近很累吧，但我不嫌工作多，工作多意味着是好事啊，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。工作多，说明你在上升期，对吧？你还处于上升期，还在往上爬，没工作才可怕。工作，他超爱。提起刚杀青的风过留痕，滔滔不绝，跟叨叨把叶谦、龚俊式的成长背景和师傅冷启明、姜武式的相处细节、人物关系的理解都娓娓道来。比如和姜武老师设计丰富一些细节，师傅是如何照顾徒弟的，人物关系有什么样的升华。因为我饰演的角色的父母不在身边陪伴，师傅经常照顾我，知道我内心深处有不愿揭开的伤疤，他也老是宽慰我，所以我俩的这个情感其实更像是父子如师如父的熟人关系。如何细无声的表达，我会在1、2场戏里涉及一些小细节，比如剧本中写的您，我把它全部改成你，因为没有必要这么客气了，很自然随意的坐在他的工位聊事情啊，聊爱情啊，渴了就喝他的茶。提到和姜武老师的合作，他更开心了，和老戏骨学习是很值得珍惜的机会，他在这部戏里也有了新的积累和学习。下一次进组什么时候呢？叨叨本想用拍一部现代、拍一部古装来打趣他，还没说完，龚俊自己把梗接上了。拍一部现代奖励一部古装笑，开玩笑，其实也没有吧，拍完古装确实有的时候需要休息一下，但是也不是说全部排斥，接古偶要看剧本，因为偶像类型的剧，我自己觉得不宜接太多，到我这个年纪了是吧？我也知道粉丝很爱看，但还是希望自己每个角色、每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吧。龚俊更希望借不同类型的戏，给大家一种新鲜感。进组可能也不远了，这2个月工作基本上排得很满，但下个剧组已经在计划了，看了很多本子，挑了很多遍了，也在沟通了。采访之前，叨叨真没想到龚俊能这么实诚，会把这些事情在采访里说得很细节，真实地感受到了龚俊的尊重和真诚，同时觉得他也是包容度很高的人。8G 网速
采访里提到的梗都懂，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应该也都听到过。啊呀，我有时候是挺傻的，没关系啊，开心就好。可能真诚和认真的人，真的会有好运，第一次刮彩票就能回本，还乐呵呵的让我们拿回去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吃个冰淇淋带会。获得财运小扇子，开心的说也摇给你们，摇给你们，钱从八方来。最后，借龚俊的好运，希望大家都财运满满，开心幸福吧。